富士康为何要在印度建芯片厂？郭台铭是在为撤离中国做准备吗？中国能为富士康提供怎样的便利？我们都知道，富士康作为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加工工厂，承担了苹果公司80%的加工订单。随着富士康在中国郑州建厂，俨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基地。目前有90多条生产线，能容纳约35万名工人，每天生产约50万部手机。现如今，富士康有了撤离中国的想法，而想要在印度建厂。据财经网科技报道，苹果主要代工厂商富士康宣布，将与印度自然资源集团维丹塔合作，在印度建立一家芯片工厂。富士康称，两家公司已同力成立一家芯片合资企业，富士康将投资1.187亿美元，持有该合资公司40%的股份。维丹塔是印度最大的铝生产商，领先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商。维丹塔董事长阿尼尔·阿加瓦尔将担任合资公司的董事长。该合资公司旨在满足印度当地电子行业的巨大需求，同时这也将使富士康成为响应印度芯片制造本土化战略的主要外国科技制造商。富士康在一份声明中称，该合资公司将支持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愿景，即在印度创建半导体制造生态系统。此外，据知情人士称，该芯片项目的进展还将取决于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补贴，以及银行的贷款。去年12月，印度科技部长表示，印度已批准一项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以吸引全球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来印度建厂，从而推动印度进一步打造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中心。富士康的此举可能是没有认识到在中国建厂的重要性，因为自从富士康来到中国建厂后，刚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这就为其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因为这也使得富士康获得了大量苹果加工的订单，从而使得富士康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当然，在接下了订单之后，就需要有人来进行加工。刚好中国又有大量的人才，这就使得富士康刚好可以利用中国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能够帮助其很好的完成订单的加工，这才使得富士康得到了不断发展与壮大，从而一跃成为全球电子代工行业的领先企业。但是对于中国对其提供的帮助，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却不这样认识，还发表出在给大陆人赏饭吃的言论。他认为，主要是有苹果这样的金主，所以才使得富士康在中国能够取得较大的发展，甚至其还积极响应苹果号召，不断外迁产能，开始撤离中国。但是自从富士康决定撤离中国，在海外建厂，其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结果很悲剧，甚至可以说是见一个失败一个，且都不能按时完成加工订单，所不能完成的工厂都是紧急将订单转移到富士康郑州工厂，然后迅速高薪招人，才能实现按时完成。这主要还是要依靠中国富士康工厂。从这里，富士康应该也要认识到中国工厂的重要性，这也是为富士康能够准时完成加工订单提供了保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不能够忽视的力量。但是正是由于富士康中国工厂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为何富士康要一意孤行与印度联合办厂呢？是要撤离中国吗？据专业人士分析，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可能是别有用心，有着其自己的打算。分析指出，这是富士康想要寻求未来出路。一直以来，富士康都是苹果的主要制造商，但是苹果公司也有自己的打算，并不太想依赖于富士康，也是想通过建厂来摆脱对富士康的依赖。因此，对于富士康来说，必须寻求新的出路，而芯片行业未来前景非常光明，于是就有了富士康在青岛建晶圆级封测厂。且由于印度芯片行业才刚刚起步，因此富士康此举应该是先行一步，为其未来的发展寻求出路。其次，可能是受到了印度政府对于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所投入的补贴，因为有了政府的补贴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这对于企业办厂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在企业的发展中获得较大的帮助，这对于富士康在印度办厂也是一大吸引条件，因此才会选择与印度企业联合办厂。
值得一提的是，富士康在印度投资的芯片项目进展情况，可能取决于印度补贴和银行贷款的到位情况，这也成为富士康在印度办厂的先决条件。那么，富士康与印度联合办厂会面临怎样的困境？我们都知道，印度的芯片行业也是刚发展不久，没有成熟的配套设施和丰富的经验。加上富士康此前在印度办厂的失败经历，当时导致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连续2次停产，这就给富士康的加工生产带来了较大影响，也给富士康在印度的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此外，由于芯片厂对于人才的需求更高，需要有更高的素质才能够胜任加工的工作，但是由于印度半导体产业链非常不成熟，远远低于全球主流水平，所以对于这方面的人才极其的短缺，且印度工人的素质相对较低，一旦有罢工的情况发生，那么将会对工厂带来巨大的影响，且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由于印度的相关配套环境较差，就连普通的供电都不稳定，还是说停就停。去年，印度塔塔集团计划用10亿美元补贴，邀请台积电去建厂，但是连回复都没有。因此，从这可见，印度的相关配套环境极差，这也会为企业的生产带来较大的影响。这些也是富士康要去印度办厂不得不看路的问题。因为一旦这些方面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导致停工停产，这就会更为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所造成的损失就不像组装厂那样只是经济的损失，而是会导致所有在线晶圆报废，这所造成的损失那么将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如果富士康仍要一意选择在印度建厂，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各种会出现的问题，而且要做好可能会受到损失的准备。相比于在印度建厂，中国会是更好的选择。现今，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也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在相应的配套设施上也是十分的完备，且有大量高素质人才，这就为芯片的生产提供了较好的保障。这也将极大地促进芯片行业的发展。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且与中国的竞争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对此，中国却总可以积极应对，并且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显然在各方面都要优于印度，也是要办厂企业的第一选择。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互利共赢的。富士康应该也已经认识到了这点，因为中国也给富士康发展提供了各样的保障，并且对于富士康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富士康在其他国家办厂所没有的。富士康应该坚定地选择在中国办厂，以此来加强双方的合作，并且也为富士康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对于富士康来说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